嗨，大家，我是瓜。我现在已经从西藏回来大概2个多月了。那这段期间呢，还是会有蛮多朋友问我跟西藏有关的问题，所以我就用大家问的问题来整理出了这一集，希望能够帮助到即将去西藏的你。那这一集会提到呢，抗高反需要带的药物、保暖的物品、交通的部分，我会特别说青藏铁路应该要搭哪一班，以及订票的方式。然后当然还有大家最关心的总花费的部分。那在这边我先放一张需要携带的物品，大家可以先把这一张截图截下来。那第一个是抗高山症的药品，我自己是吃丹木斯，最好是你有先去大医院看诊过，然后知道自己适合的剂量再拿药会比较好。不过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什么时间，所以我是直接到药局买。那我买的那间药局地址我会放在资讯栏，如果你们是住台中的话，就可以直接去那间买，因为我发现不是每一间药局都会有卖丹木斯。那再来是大概在出发前1周，我有吃红景天，除了红景天之外，你也可以吃角鲨烯，只是我那时候发现角鲨烯其实不便宜，所以我最后买的是红景天。到了西藏之后，我还有额外去买葡萄糖胺跟高原胺来吃。葡萄糖胺就是在补充热量嘛，就是你稍微觉得晕晕的没有什么力气的时候，你就可以喝那个葡萄糖胺。那高原胺的话，其实我是也不太确定它的用处到底是什么，不过它就是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其实我也没有吃完，如果有人想要的话，可以来跟我拿。不过我是在就是觉得头好像痛痛的、晕晕的，我就会吃个1颗。虽然没有很明显有效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帮助吧。那这边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带止痛药、晕车药、感冒药，还有肠胃药。止痛药是因为我几乎每天都有一点头痛痛的感觉，那晕车药是因为上珠峰的时候会有经过一个9弯18拐，那边一定会晕，所以除了我自己带的晕车药，我还有在当地那边买了超多的晕车贴，就是能贴的地方都把它贴一贴，这样子尽可能的降低自己晕车的几率。感冒药的话，我是带日本大正黄色的那个小小包的，那个是我在台湾吃的时候我就觉得蛮有效的，然后我在西藏的时候几乎也是每天都有吃个1包。肠胃药的话，是因为那边的食物，其实我们中餐就是跟旅行社一起吃的，我觉得都很 OK， 也很好吃。那晚上的时候多多少少会自己去吃一些有的没的嘛。那边的饮食跟台湾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就是不嘛就是不要乱吃，不嘛就是你吃了的话有问题的话，就是赶快吃那个肠胃药这样。会建议大家还可以带凡士林。因为在西藏那边的空气真的非常非常的干，就是每天睡觉的时候其实鼻子都不太舒服，甚至到了最后几天就是又开始流鼻血之类的，所以在睡前的时候可以拿凡士林在鼻孔的周围擦一下，这样子会好很多。那有人问说高山症是什么感觉？因为严格来说我其实没有高山症，所以我就帮大家找了一下资料。这个是在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看到的。高山症可能会有头痛、头晕、失眠、恶心、呕吐、厌食、虚弱的状态。怎么听起来好像我也有？可是这是轻微的啦，这个感觉可能会维持个数天。那如果你比较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脑水肿跟肺水肿。如果你有这2个状况，你一定要马上下山。那如果你是怀孕、糖尿病、感冒、气喘的人，或者是你是心脏的部分本来就比较不好的人，就不适合去这种这么高海拔的地方玩。大家要去之前一定要调整好你的作息，尽可能的不要感冒，然后是让自己体力比较好一点的时候去。我有一个小小的诀窍可以教大家。其实我平常就是一个不太运动的人，那夏夏是有在运动的人，然后我们那一团有几位团友，他们是平常就有在爬山的。那像他们这样子有在运动的呢，需要的氧气就会比较多嘛，所以他们的身体都有点不太舒服。然后我呢，可能就是平常需要的氧气就不多了，所以我在西藏的时候都算还可以，然后很努力的吸氧的话都还过得去。所以我会建议你平常是有运动习惯的话呢，你要大概在出发前的1个月，你就要降低你的运动量的，就是让你的身体不需要这么多的氧气。你到那种高海拔的地方就会觉得其实没有这么的不舒服。那再来是氧气的部分。氧气的话呢，大致上会分为3种。第一种就是那种小罐罐，这个1罐的话，在那边药局卖1罐是40元人民币。
还有一种是携带型，你可以背着出门的，这种的话是导游有带我们去租的。那我记得没记错的话，一罐好像是780人民币吧。那最后一种是睡觉型的，就是它是一整罐很大一罐，它就会是放在你的床边，然后你可以插着管子吸这样。我觉得有插氧气睡觉真的差很多，因为我在西藏的那几天，其实晚上睡觉都不是很好睡，都觉得这样躺着会有点喘。那有插管的那一天就觉得哇，莫名的超舒服对，我就会建议你们有去珠峰的那一天一定要租氧气，就是导游建议你们租什么你们就租，不要想说我要省这个钱啊，因为毕竟在珠峰大本营它的海拔是5200公尺，在这么高的地方，你如果稍微有点不舒服，那种不舒服的程度会放大非常非常多，你只要能够好好的吸氧就会差很多了。那接下来是保暖防晒的物品，基本上呢，毛帽、手套、围脖、legging， 就是那种贴身裤都一定要带嘛，还有暖暖包、保温杯、太阳眼镜。这边我会特别建议，就是你们可以带那种有润色的防晒，因为我在那边那几天都很懒得化妆，那我带的防晒是那种全透明的。如果我只擦防晒就这样素颜出门的话，因为人就本来就已经累了，所以气色就没有多好，你又完全没有一点修饰的话，那真的是很难看，而且你偶尔都还是得拍照嘛。手套的部分呢，我是戴这种手指头可以这样穿出来的，我觉得不要戴这种的，因为超冷，这完全不够力。如果再选一次的话，我会戴这种，就是把它全部包起来的。在那边就是你真的都已经冷得要死了，像我就已经没有什么心情在滑手机或者是拍照。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我手超冷，然后一直想要躲到外套里面，或者是你就是一只是带全包的这一种，那你就真的只留一只，可能要拍照或者是滑个手机就好了，不要两只都带这种外露的，就绝对会冷死你。legging 的话，是因为就在珠峰大本营那一天真的有被冷到，我那时候就只穿一件牛仔裤，就想说下半身应该还好吧，结果到了晚上真的是冷到睡不着好险我有多带一件牛仔裤是比较紧身的，我就把比较紧身的那一件穿在里面，然后再外穿比较大件的牛仔裤这样睡觉。后来去找了一台那种就是桌上型的小型的暖气机，然后放在房间里面我才睡得着，不然那天真的太冷。他再补充一个是去珠峰大本营那一天你是不能拖行李箱的，所以那一天就是导游会叫我们带一个一日包，可是这个是业务没有提醒我们的，所以有一些团友他们在那一天根本就没有那种比较大一点的袋子可以带，我是自己的登机行李刚好就是一个随身的行李包，所以我就可以用。除了你要带一日包之外，我会建议那一天其实不太需要带什么盥洗的衣物，因为也没有浴室可以让你擦澡，所以我那天我有带那种单片的卸妆，我就是稍微擦一下脸这样子而已。那再来是交通的部分，因为台湾现在没有办法直飞拉萨嘛，所以我们是先飞到成都，然后再从成都搭飞机进去拉萨。那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不搭火车慢慢的进去呢？因为其实在我搭完火车之后，我就发现青藏铁路它是高高低低这样子走的，它并不是平缓的往上爬坡，所以其实你在还没有适应高山的环境的时候，你这样上上下下，你反而会觉得很不舒服。而且青藏铁路你要搭20几个小时，你在还没玩之前就已经在火车里面躺20几个小时了，你通常会蛮累的。所以我还是会建议你要进去拉萨的时候，我会建议你直接飞进去。我自己是在四川航空订的，大概600多人民币。那到达拉萨之后呢，就是旅行社会开着那个巴士载你们活动，这边就不太需要再用到交通了。不过我们有几天是自己会去巴库在那边逛，就是都用高德地图来叫那边的计程车。玩完之后要回成都的时候，我是搭青藏铁路。那青藏铁路你可以用中国的火车订票系统12306来订票，或者是西城网站也可以订。那如果你没有中国的门号的话，你可以用 trip.com， 这就是最简单最方便的。而且我发现其实你用 trip.com 没有比较贵耶，这样看下来的话大概才3000多吧。那我自己是用12306有订，然后西城网站我有预先抢票。那它抢票的话，它有那种就是你加钱就可以帮你什么光速抢票、VIP 抢票。那我就加了蛮多钱去抢那个位置，因为我就是很怕我搭不到。我后来真的付的钱大概是1000多块人民币，就会比你在 trip.com 上面订还要贵。我在这边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不要吵。
我那时候一直怕我候补不到位，可是其实我后来真的去搭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啊，到半夜3点多的时候才有一个大哥有进来，不然其实我一整个白天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呢。那如果你们想要看青藏火车的 Vlog 的话，可以点上面这支影片。搭青藏火车到达西宁之后呢，你还要回成都才能再回台湾嘛。那这也是有2种方式，第一个就是搭飞机，再来就是搭他们的高铁。可是因为搭高铁也大概还要再9个小时，我就觉得我真的已经是受不了了，所以我是直接搭飞机回来。接下来呢是大家最关心的总花费的部分，我这边就讲一些就是你一定得花的钱。第一个就是台胞证，因为你必须得先经过中国再到西藏，所以台胞证是一定要的。台胞证是1600元台币，那我是在台中的广和旅行社办的，我也会把他们的地址放在资讯栏。台湾到西藏的交通这一段飞机总共加起来的话，大概是2万1台币。然后团费的话是5400人民币，这个团费就是包含在西藏7天的住宿，还有这几天的交通。那中餐跟门票景点那些都是不包含的，所以这是要额外再付钱。那景点的门票再加中餐的话，大概是8200台币。再来是小费，小费是给导游跟司机的。这样8天下来总共是2000多台币。那我还有额外出珠峰大本营那一天的氧气还有大衣，这样总共是花6000多台币。所以这些你一定得花的加起来大概6万多台币而已。其实我觉得很划算欸，因为你只要花6万多，你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风景，还可以体验在海拔4-5千公尺是什么感觉。那这个是必须得花的嘛。那因为我额外的一些开销，在那边的物价呢，我觉得大概是比成都、重庆都在贵一些些，因为毕竟那边就没有什么资源啊。像你那些什么青菜、肉、米饭都是要从平地运送上去，其实他们的运输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额外的开销大概就是每天的晚餐，然后可能每天都在喝个1杯咖啡，喝个饮料什么的，还有我自己去买的葡萄糖胺、高原胺，还有晕车贴那一些里里扣扣的，还有因为我有自己再去看文成公主的实境剧，这些总共加起来的话呢，大概台币15000左右。所以我这次去西藏玩，总共的开销大概是台币75000多，是不是真的很便宜？基本上你不要买太多东西的话，大概就是6-7万就可以去玩了。我就真的觉得非常的划算。还有一个可以帮你省钱的小秘密，就是我参加的那一间旅行社，你如果凑多一点人一起去报名的话，他会再帮你在团费的部分再做折扣，所以你就可以再花更少的钱。那这些是西藏行前需要知道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网友问我的问题，我再拉出来个别回答大家。第一个是不是不能洗澡？对，导游会建议我们前几天到珠峰大本营之前都不要洗澡，因为怕你会感冒。而且那边的浴室都很大间，那热水我觉得也没有到特别的热，不是说不热，是没有特别的热，所以就是它的热水的蒸汽是没办法让整间浴室都是热热的感觉。那如果你真的受不了的话，你可以去外面那种发廊，让他帮你洗一下头就好了，身体可能就还是擦澡就好。而且其实我觉得在那边真的不会臭味，因为像比如说冬天去日本好了，你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觉得有点黏黏腻腻的，而且你可能会去人多的地方嘛。那其实在西藏的话就真的不会有这个感觉。那再来有一点是，你觉得每天都很喘很累，头又有点晕晕的，你也没什么力气洗澡。我觉得不能洗澡，你在出发之前会觉得是一个大问题，可是其实你到了当地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也蛮轻松蛮舒服的。第二个是在西藏不能做什么，我不太确定这个不能做什么是指哪方面。那如果是法律层面的话，当然就是不能讨论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嘛。再来就是在西藏的街边会有蛮多的警察跟军人，你是不能直接这样子拍他们或录他们的。像我是一直拿着 GoPro 这样子录，我也不是特别就是去录他们，是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我就是录我自己，那也不会有什么关系的。那如果是生理层面的话，就是不要让自己太喘，尽量不要跑跳。那再来是一定要跟团吗？对，因为政策的关系，台湾人现在是一定要跟团的，或者是你可以你的3、5好友自己去组团，可是你就一定得聘请一位
导游跟一位司机才可以出团，你们是不能自己开着车就在那边自由行的。再来是你跟的是哪家旅行社？我跟的旅行社是梦回西藏，他们应该算是在西藏旅行这方面算蛮有名的，就是你直接 Google 西藏旅行社的话，他们通常会跑在前面。那我自己这样玩下来，我是还蛮推荐的。我们的导游是真的很专业，而且他在讲那些历史故事的时候，他是有热情所在，他不是那种敷衍了事，我就是必须得讲这样，他是也觉得这段历史很有趣。他们家的旅行社还有一个好处是，他们会有随队的医生。所以你在车上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你都可以去找医生，他会给你一些药，或者是给你一些方法，就会比较有一种就是有人在照顾你，比较不用担心说你如果有高山症了该怎么办。下一题是去完西藏有净化心灵的感觉吗？这肯定是会有的因为毕竟你在西藏的街边到处都会有看到藏民他们在那边做长跪拜，因为他们是非常的虔诚，不是那种就是随便拜一拜为了拜而拜的那一种，所以你在那边就会有一种淡泊名利的感觉，而且在那边就是身体都很不舒服了，你就会觉得其实只要身体健康，我能活得下来就好，其他好像都不是那么的重要了。下一题是回来之后会想学佛吗？我是不会啦，因为我本身对宗教就没有太大的兴趣。不过我就是会尊重，我在那边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不会做什么，就是单纯的入境随俗。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对藏传佛教很有兴趣的人，你一定要来西藏。台湾的妈祖庙啊、城隍庙那些都已经盖得很精致了，西藏的寺庙是那种哇，就是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无法用我脑袋中有的词汇来告诉你们，就希望你们可以亲自去体验看看。那最后一题是，会想再去一次西藏吗？坦白说，不会，最主要就是因为身体不太舒服嘛。关于西藏行，我可以用导游跟我们说的一段话来形容，在西藏就是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我觉得非常的贴切，你的身体真的就是很像在地狱，走个没几步路就开始喘，然后一下子就头痛头晕，然后常常觉得不太舒服。我在那边没有感觉到，大概就是拉肚子吧，因为我每天就是吃东西都非常的谨慎，然后每天也都会吃瓦卡玛豆，就是尽可能的降低自己的这些几率。那我还算是还好的像我的朋友夏夏，他在羊卓雍措那一天，因为羊卓雍措海拔大概快5000公尺吧，他在那一天就非常的喘。他的心跳甚至有到达每分钟160下来，那时候都快吓死。所以我们后来还有进医院去吸氧，然后吸完氧之后，确实是有好蛮多的。不过像珠峰大本营那一天的行程，他就也没有参加，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惜。再来就是在西藏呢，你会受到非常多中文字的干扰。既然我在西藏了，我本来以为我应该会看到很多藏文吧，确实在招牌上面是有，可是其实它是中文字都会放得比较大，所以就会让我有一种没有很冒险或者是很神秘的感觉。可是因为藏文化还是非常吸引我的，所以我之后可能会想要从比如说北北印或者是尼泊尔、不丹那边再去体验一次，而且我这辈子一定要再看一次圣母峰，那我就一定会再去那一块。可是我还是会很建议，就是你没有去过西藏的话，你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我觉得藏区就是一个会深深召唤你的地方。那这集的内容呢，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你要去西藏，可是发现有一些问题我没有回答到的话，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我一定会答复你的，如果我知道的话。那这集就到这边结束了。最近我已经在剪我去完西藏之后，接着去四川的黄龙跟九寨沟玩的影片了。那就下支影片见，大家再见，拜拜。